今天这个事儿吧真的是够让我毁三观的。有一个二婚女，36了，带了个10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我给她找了个42岁的二婚男，也带了个孩子12岁。你说吧，这两个人不管是从年龄、相貌、婚况和经济状况来讲都挺般配的谁也不要嫌弃谁，对吧？两个人呢相处了3个多月不行了，今天这女的来找我说了一堆这个男人的不是，就你们来评评理，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这女的说我当时呢觉得我们俩条件各方面也挺合适的想呢处一处看。但是这个男的非常不积极从来都不主动聊天打电话，也不发信息。我约他出来逛逛，他也很少说话来过我们家吃饭，但是他每一次都空着手来的，连个水果都不会拿。女的就说，我虽然不差这3瓜2枣的，但这么个成年人了，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吗？是不是太看不起人了？处处都是我在主动，所以我感觉我把自己弄得一副很不值钱的样子。正是因为我离过婚，单身的女人，她是不是就想白嫖试一试？是不是就觉得反正不用负责任，所以我觉得二婚我一定要图钱的，如果钱都图不到的话，那我还图他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的东西结婚之后更不会有的。如果感情不落实到吃饭穿衣睡觉数钱，那他有金山银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觉得这段感情压根儿不需要他花钱，或者说我不值得他为我花钱，那我就放弃算了，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真正满眼是你的人，会时时刻刻想着为你花点钱琢磨着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会处处为你着想的，让你开心一点。谈钱确实很现实，但是也很真实一个连钱都舍不得为你花一点的人，那他能爱你吗？可能钱才是他的命呢，那他跟他的钱去过呗。我听他说完这一大堆的牢骚之后我就当着他的面给这个男士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情况。这个男士说他都经历了2段婚姻了，真的被骗怕了，他现在真的是不敢付出了。这女的一听马上就接过来骂上了，她冲着这个电话里就说，我呸，你抠门就是抠门，少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如果你连买个水果都叫花钱的话，那别人吃你一顿饭，你是不是都觉得遇到骗子了？你就是骨子里边的自私好吗？这个与你有没有钱没关系。你真的什么玩意儿嘛？难怪你会离2次婚。男士一听真没说话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就来说一说，这2个人到底是谁对谁错呢？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这样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是分手了，男生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给女生买的贵重物品都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觉得彼此不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不想接触了。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居然是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给女孩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的转账，前前后后呢也有好几万了。男生说，既然你还不知道合不合适，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既然不合适，那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该还的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就这么着，这女孩觉得委屈了，就跟我诉苦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要，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一些千把块钱的化妆品，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我当时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我连一点退路都不想给他留的。他说也挺感谢他这个举动的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呀？这种男人吧，就是这么寒酸的。送礼物呢，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句子，没有之一了。难怪他找不到女朋友，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吧。
你知道有多少人相亲都死在了从相亲那天开始到确定关系之前的这一段路上了吗？有 90% 的原因啊，都是因为在这一小段时间里面，男生和女生想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可笑的是啊，他们也不想了解对方的想法，也不想改变自己的做法，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呢，仍然奔跑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啊，没有结果。总有一些姑娘会问我，为什么男生那么没有耐心追求啊？一点儿不对劲儿就马上放弃了。为什么男生总是会忽冷忽热的？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吗？为什么男生会小气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追求的时候都这么没有诚意？如果我轻易就同意他了，那他是不是会觉得我很廉价呢？我还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我要同意做男女朋友呢？我是收了他的礼物，但是这个不是男生追求女生就应该付出的吗？你不付出，我怎么知道我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呢？没有表白确定关系，我当然不会让你碰我一下的。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呀，我不得多考验考验吗？多观察观察吗？就是女生的心思。而男生这边呢，也有10万个为什么。女生为什么从来都不主动，都是我在主动啊？女生为什么出来约会一次也不买单啊？为什么我送她礼物她都收了，可是呢，连手都不让我碰一下？我花了不少钱给他买了不少东西，他理所当然的都收下了，但是呢，1分钱也不会为我花。我们约会1个多月了，他为什么还是不肯跟我确定恋爱关系呢？连抱一下都不行，说自己很慢热，我看他不是慢热，是想多捞一点再撤吧。慢热的女生根本就是不喜欢你，还费那个劲干嘛呢？可是那你既然没有想好要跟我合不合适，那你就别收我的东西，收我的钱呀。一方面又要钱要礼物让我表真心，一方面呢又什么都不想付出，那你的真心又在哪里呢？你们女生就需要诚意，我们男生就不需要诚意啦。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一个都不愿意给我做女朋友的女人买礼物花钱呢？那我要是按照女生的逻辑来追求，是不是追几个月他有感觉了我就算追到了要是他对我没感觉，那我这几个月花的钱不都打水漂了吗？那我干嘛还要追你那么久啊？你不快点同意，我就默认你是在吊着我，我就是你的备胎，为了及时止损呢，我还是换下一个人吧，不想跟你磨叽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男人的心事。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男女啊，他们应该想明白一件事情，你既然是来相亲，就要相信相亲对象之间是没有感情的，彼此都是很陌生的。女生不要去要求男生像你的男朋友那样对你，男生也不要想像你女朋友那样去要求他，你们现在什么关系也不是。所以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女生不要光顾着考验诚意索取礼物和惊喜，男生也不要一味的要求女生有身体上的接触，让她快速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在金钱和价值交换的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意愿。你们说对吗？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你房子、车子和收入，你们觉得对这样的女生你会有好感吗？最近有一个自认为条件很优越的女孩，连续相了4位优秀男生，每个男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啊，都令我很无语。第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见完面之后啊，反馈跟我说，这个女孩第2次出去吃饭啊，就问男生家里到底有几套房产，刨根问底儿，多少平米啊，在什么位置啊，都在谁的名下。然后饭局结束的时候，估计呢是觉得这个男生条件挺好的，就问男生说，你觉得谈多久可以确定恋爱关系呢？妈呀，男生直接被问懵了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问我，现在的女生啊都这么主动了吗？我们才吃了1顿饭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吗？着实在他意料之外。那第2个男生呢，家境也很好，暂时在北京还没有买房，但是人家的实力啊，北京买房随时可以。这个女孩第1次吃饭的时候啊，就问这个男生啊，以后打算在什么地方买房？自己觉得呢，还是要在北京买个学区房。自己家里呢，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男士一问啊，是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而且呢，在郊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好像摆出了一副你连个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她的这种态度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太肤浅了啊，很无语。第3个男生呢是自己做生意的，前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1年能挣几百万。最近呢1年因为转战线上嘛，收入就稍微的有点下降了，目前呢估计也就100多万。这个女孩呢也是啊，跟人家问了个底儿调，
把人家近5年的全部年收入啊都问了个遍。然后呢，他还看不起这个男孩现在的收入，嫌太少了。我就不明白了，做生意的有那么稳吗？哪年低一点，哪年高一点，那不很正常吗？甚至什么时候亏了、倒闭了都不好说。你们说他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一心要找一个做生意的有钱人，一副只想共享繁华不能共担风险的嘴脸。说实话，红娘老师我呀发自内心瞧不起他。第4位男生的反馈更有意思啊，这位呢也是自己做生意的，年入很高，我就不说具体了，人家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这个女孩啊真的是很无脑啊，问人家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问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实际这位男士在国内有很多处别墅和房产啊，还有写字楼，北京只不过呢暂时没有买而已。一套房子在他的眼里那这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个女孩啊就只盯着人家的问题看啊，不看人家的综合实力。说句实话，这几个男生没有一个配不上他的，我估计啊他相那一大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总是盯着这些东西问，会很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这个毕竟是相亲，结果他还反问我，说都出来相亲了，不应该直白一点吗？问这些问题问清楚点不应该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问男生这些问题就等于男生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打过几次胎是一样的道理，你舒服吗？你们说对不对？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对于那些想嫁给优质男人的女人来讲，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总是被抛弃呢？你为什么会败给一个长相不如你的女人呢？你可能看到有些有钱人的老婆，你都会怀疑人生，怎么那么普通的女人居然能嫁入豪门啊？她凭什么？我今天就来给你们揭晓谜底。做了这么多年婚恋接触过很多层次很高、认知很高的优质男士。曾经有一位公司总裁跟我聊过他的心路历程。他说呢，以前他往往会被一个女孩的外表所吸引，产生强烈的好感，但是呢，每当他跟他们交往4、5个月之后呢，他就开始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会觉得一个人对金钱的认知高低很重要。他遇到过的女人大部分都是消费水平很高的，当然他也明白美是需要用金钱来堆砌的，那这个呢无可厚非，生活呢也是需要用金钱来优化和提升的。但是对于各种奢侈品极度需求的女人，对于奢华生活有极度追求的女人，对于金钱的价值她们的认知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钱就是要花出去的就是要供自己满足和享乐的。金钱的价值在他们的眼里好像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物欲而已。大部分这类女人呢都是冲着男人的钱来的。另外呢，就是在沟通方面的问题他们之间只能是停留在很浅层的一些沟通上的，很少有话题能够深入的聊那对方可能完全不懂或者是对他所说的话题完全不感兴趣很难跟他做到深度沟通的，因为他的内核太小甚至一些高级的快乐对方是完全感受不到的。所以呢，他感觉这类女人完全无法进入精神层面的，他们的人生终极追求就是更有地位更有钱。说实话，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很无趣的，所以呢她很快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了，那张脸也很快就看厌了。所以这一路走来，对于美貌再也没有那么苛求了，现在她就需要找一个能在精神层面沟通的伴侣两个人呢能够说到一起，有共同话题。之所以希望对方的家境或者个人的经济情况呢相对门当户对一点，那是因为家境好、经济条件好的女生，她对于物质的需求反而没有那么过度，甚至呢会懂得感恩和回馈，这样的婚姻更稳固一些也更有趣一些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有一个长相比较丑，甚至长相一般嘛那跟你又比较谈得来，家境学历各方面都满足你的要求的女人，你会娶她吗？结果他说那长得丑的还是不能接受的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那我就总结一下那也就是说没有漂亮的皮囊，就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可能有的只有漂亮的皮囊加上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才可能长久的，对吗？结果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这两者要我做出一个让步的话，那我宁愿皮囊没那么美，但是我也希望对方有个有趣的灵魂。这个就是很多空有一张脸就想上位的女人，你为什么总是被有钱人短择的原因了，明白了吗？最近有一个大龄剩女来我的许愿池了许了个愿，说等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的话，
我不跟他要房子要车子了，我的房子写他的名字都可以，车子呢我也可以给他开，每个月我赚的钱全部都给他，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也不要求他做家务，节日也不用给我买礼物，我给他买，他不高兴了我哄他开心，如果结婚的话我出嫁妆，他不用给我彩礼，婚礼的费用呢全部都由我来出，三亲啥的他都不用操心的。婚后我们要是有了孩子，那得跟他姓，孩子呢也不用他带，我自己来，总之我负责赚钱养家，他呢可以负责英俊潇洒就行了，而且呢我还要做好家务，给他洗衣服做饭端茶倒水，他要是困了累了，我再给他捶个背洗个脚泡个热水澡什么的。男人嘛天生就是应该来享福的，要不他娶我是为了什么呢？不仅如此啊，我还要把他的父母啊当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去伺候，做一个孝顺的儿媳妇。你说这样的我好不好啊？哎，就是不知道哪个男人会有这样的福气能娶到我呢？你们看看啊，这个许愿许的是不是很梦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现在呀，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大龄剩女，其实她们是很焦虑的。有人说啊，我们天天在吐槽女生制造焦虑，其实你们自己不觉得这些焦虑是你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吗？我们怎么就不吐槽男生呢？因为就从找对象这一项来说啊，从条件要求来讲，男生真的没有你们女生要求那么多啊。人家男生最多就要求一个年龄和长相，性格好一点就行了。条件好点的男生顶多加上一个学历好，其他的人家都没有什么要求了，我们还能说人家啥呀？我们还吐槽人家什么呀？而女生的要求可不是这么简单啊！你们那个条件要求恨不得都要写成小作文了，什么长相啦、颜值啦、身高啦、学历啦、人品啦、工作收入啦、家境啦、房子啦、车子啦，谈恋爱男生得主动了，得付出了，要买礼物要表心了，要转账要现金了，结婚要彩礼要三金了，男朋友就得像个舔狗一样，否则啊你就不配我。年轻的时候啊，你们不就是这么作的吗？把一些很好的男生都给作没了，等到快30岁了来相亲了，就不打算要爱情了，得找个有钱的人接盘。说实话，你把人家有钱人当傻子呀。然后呢，等你过了33岁，真正进入大龄剩女的行列之后，你还能挑什么样的男人呢？这个时候啊，我说实话，你可能连那会儿看不上的男人啊，你都不一定找得到了。你要是过了35岁啊，那真的是啊，已经走在了齐天大圣的路上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遇到的更多的是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了，那可能没有几个是正常的啊，你懂吗？如果相亲啊遇到这样的女生啊，可能真的是你再有修养啊，你都忍不住啊想怼她几句，真的。前不久呢，我安排了一个女生见一位很优秀的男士，话说这个女孩长相啊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啊。那目前呢，她在读研，普通的家庭出身啊，26岁。这位男士呢是自己在开公司的，收入的非常可观。那这个年龄稍微大了一点点啊，35岁了。两个人呢约在一个餐厅里啊，男士呢非常有礼节啊，让女士啊自己点菜。这个姑娘呢看着菜单点了7、8样菜啊，全部都是这个饭店里最贵的。总之啊，这顿饭最后呢吃了2000多。席间呢，这个女生就各种啊打听男士的资产情况，问他住在哪儿啊，住在什么小区啊，在北京有多少套房产呀，啊开的是什么品牌的车啊，公司一年能赚多少钱啊，银行大概多少存款啊。说实话，这事业做到这么成功的人啊，跟这种蠢丫头相亲，我感觉真的是啊在浪费时间呀，哎都给我丢脸。可笑的事情是呢，哎，当这个男士啊说自己的全部资产加到一起可能有一个小目标这么多啊，那这个女孩呢竟然非常平静的说了几个字，还可以吧，脸上还露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这个回复让这位男士感到很惊讶哦，啊，他就说啊，那既然你都这么直白了，那我也问你几个问题好吗？男士说，你现在还在读研对吧？那你之后呢，工作方面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女孩说，我不打算工作，我要先找一个对我好的老公，我就不打算工作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男士又问他啊，那你之前谈过几段恋爱呢？啊，他说，不瞒你说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男生在追求我，谈过3段啊，都超过了1年以上的啊。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他说呀，嗨，我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些普信男嘛，要么就是渣男，所以啊，我现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男人身上了，我就想找一个踏实过好日子的人。然后男士又问，那你家里边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啊，我的父母就是普通的职工啊，我有个弟弟还在念大学。最后啊，问他，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他真的啊，就是那句话，我年轻漂亮啊。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男士已经对他超级下头了，其实啊，心已经凉凉了。但是人家出于礼貌呢，还是把这个饭啊吃完了啊，当然也买了。然后两个人呢还在商场里边啊溜达了一会儿。结果这姑娘啊，这个时候按耐不住内心的狂喜啊，在一个品牌包店逛了很长时间就不出来。这个男士明白她的意图，但是怎么可能给她买什么东西呢？人家完全没看上她。结果啊，他看这个男士啊没有给他买东西的打算，就直接开口要了，说你看咱俩出来相亲，你不打算给我送点小礼物吗？男士这个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啊，终于说了一句，你觉得我是看上你了啊？你可真是很自信啊，喜欢你就自己买呗啊。说完人家就走了啊，把他一个人扔那儿了，是不是很尴尬？哎，现在这样的女生实在是太多了啊。你就说说啊，普普通通的你，哎，没有什么背景，家境也一般啊，自己呢一分钱不挣啊，有几分姿色，你就想等着一个有钱人来娶你啊，来养着你啊。哎呀，你有让人家看得上你的点吗？啊，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利他的属性吗？你真的认为单靠颜值你就觉得自己配得上有钱人？说难听一点啊，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有点异想天开了，明白吗？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啊，你想嫁给有钱人啊，让你温柔主动套近乎，你说你拉不下来这个脸，让你去舔大哥，哎，给点情绪价值，你一副端着的样子，让你上得厅堂下的厨房，你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啊，让你学学亲密关系怎么去照顾对方，哎，你理直气壮地说那应该是男人做的事情啊，让你每天坚持看2个小时的书，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哎，你说太麻烦了，让你学习提升自己眼界，提高情商，做个聪明的女人吧，哎，你说我只想做我自己啊，我不想为任何人去改变，你还想嫁个有钱人，你凭什么嘛啊？就算我给你介绍多少个身价很高的男人，你跟人家聊10分钟，你都不知道跟人家聊点什么啊？你能够吸引得住这样的男人吗？你还想让他喜欢你？就你脑袋里边那点东西啊，能够让对方多看你一眼吗？啊，我认真的告诉你啊，有钱的男人不单单是只看你的脸的，你没有对等可取的价值是不会喜欢上你的，你懂不懂啊？如果真的要说男女平等的话，那男人的需求跟女人的需求又有什么区别呢？换个角色啊，那男人也可以这么来说话了。我们今天啊就深挖一下，让那些啊喊口号的半边天啊，你们清醒清醒啊，也打打脸。我们假设是这个社会就是男女平等的，那些从男人身上索取钱财的物质女捞女，他们压根儿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的。男人呢，可能就是这么来说话了：谈恋爱你不主动，就是你不爱我。我们男人啊，矜持，我们慢热，你不给我花钱，不给我买礼物，就是不爱我，没有诚意。抠门小气的女人不能娶回家，吵架冷战的女人就是太自私，我们不过就是需要你来哄一下而已。女人，你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你就是耍流氓。一个大女人还天天斤斤计较的，说到结婚，我自己有房有车有存款，那我到底要不要娶一个没房没车没存款的女人呢？我父母把我养大不容易，你父母又没有养我，为什么我要孝敬他们？我妈说了，嫁妆必须多少钱，我妹也要结婚了，买房子也需要用钱。男人没房没车没存款，在结婚这个事儿上根本就是压根儿抬不起头来的。那女人呢，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也没有男人来娶你了。如果男人说我们娶妻要崇尚平等，如果男人回过头来也非常拜金，你们一定会跳起来啊，把他的祖坟都跑了，你们信不信？口水都得淹死他。哎，这个就是真相啊！所以啊，换个角色就哪儿都不行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